嘿，大家伙儿早喽！6月19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啊，天气真的热起来了，必须得早出来了。现在估计都得20多度，而且我调整了这个视频，现在大家看到屏幕上的温度是来自于右手的佳明的传感器，就是它真实测到的温度。但是其实我猜啊，还是会被手腕的温度影响，就看大小了，对吧？今天是周一第一个训练日，然后周三第3个训练日正好是我基本上跑强度的日子。咱们去大阪城参加人家一下的活动，但我也不知道什么课表啊。这边好多小比赛我也是才知道，回头要参加一下。为什么知道呢？就是那位日本老哥分享的，就在城南边的长居公园的一个体育场，好像只有那儿有一个田径场。有的时候周5、周6会有5公里的比赛。老哥这周又去了，给我发成绩，你们猜人家跑多少？大热天，他是白天啊，太阳特晒，跑了18分多，呵，58岁了，小伙伴们，太厉害，太厉害！他那个比赛是你要登录大阪路上竞技会、竞技部，就是你在这儿注册一下，普通人要交钱的，要填资料。所以如果您是来旅行就不行。我已经在去波士顿之前就把这事儿完毕了。到时候要是参加5000的比赛，就让家属跟着拍，那个是应该是家人可以进去的。就是天气真的太热了，这边沿海城市嘛，就是那种到白天的时候那种紫外线特强的感觉。今天聊点什么呢？今天还是穿的这双特步160 X 3.0 Pro， 我这双鞋真的好，穿上就脱不下来。我这两天也看一些自媒体说跑鞋，就我好像基本没有说把自己的跑步按照不同类型的训练去换不同类型的鞋，很少，我就随便。可能我还没有练到人家那程度，就是我很少会区分说，我今天慢跑就穿一双稍微就软一点的鞋，然后明天跑速度就稍微穿一个薄点的鞋，这挺少的，我就认准1、2双就使劲穿。还有关于跑步的时间，因为我总说单次训练的长度，小伙伴们说时间不够，跟大家分享分享经历。行，一会儿再聊啊，加油干，加油干。就说到跑鞋，其实这样，大家看，其实我很少或者几乎不评测一些跑鞋。像索康尼那双是，就我穿上以后，我觉得它的定位其实让我超过了对它的想象。不过呢，确实是挺麻烦的，做一个评测的视频。以后还是尽量就是，如果能够不管是买到还是其他渠道拿到一双鞋，我想说什么说什么那种。就像特步这个，就跟大家聊聊。而往往有时候这样呢，我说的更细致，因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嘛，对吧？那这特步这双鞋有缺点吗？有，除了那天说的那个，我觉得鞋垫应该粘死以外，还有就是鞋带儿。其实不光是特步，好多鞋，就现在我穿过的所有鞋，可以说，除了第3代的 Vaporfly 和第2代的 Alphafly， 还有可能后期一些配色的2代的 Vaporfly 有调整以外，鞋带都不好，就太滑了，容易开。所以我一般就是打完一个蝴蝶结以后，把那个就是蝴蝶那一块再打一个死结，
你要塞到其他的鞋带里，否则你跑步肯定会开的。至于讲述这双特步呢，它从10X 1.0的时代，我就发现它这鞋带特长，我每一双都给它绞短。告诉大家一小窍门，就是你先系一个死结，然后再在死结上面那一点绞短，然后拿那个打火机轻轻的烧一下那头，它就不散开了。但是整体上看鞋带的选材，我觉得反正我不喜欢，我喜欢那种就第一不是弹性的，当然我知道啊，可能是有一点弹性会舒服一点。第一我是不喜欢弹性的，第二我就喜欢那种就现在后期 Nike 的跑鞋那种，就它其实原来那也不行，但是它有一个改变，这也希望广大厂商能听到。另外这双鞋我真的觉得没什么缺点，有的小伙伴说会沉一点，还行吧。真的喜欢这双鞋，你看特步真的没有给我1分钱啊，我这个用任何东西担保。所以这双鞋如果大家在二级市场能拿到很不错的价格，比方说800多块的时候，如果真能到800多块的时候，就不用想了就可以买。因为我也知道现在大家很少，不管什么品牌，很少有原价卖鞋了，除非是首发限量的那种。那位老哥5公里跑18分多，其实你说有什么窍门啊？没有窍门，就是跑得多。他平常大多数时候都是慢跑，然后偶尔做速度训练，就这样。58岁了，你这么干，这不比什么几个动作就怎么着了强多了？对不对？你要做几个动作就怎么着了，那你这辈子可能就只剩下做动作了。就是得付出时间和精力啊。确实，我承认跑一个半程马拉松时间真的不短。你看，我从在家开始准备穿衣服，到回家洗漱完毕，怎么着得1个小时50分钟。那就只能牺牲别的呗。就是咱平心而论，一天有个1个多小时自己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实现。只不过就是可能大家的兴趣爱好比我多，或者说我也不建议大家说就那么牺牲，因为大多数人不适合这样的。你们还记得之前有一次跑故宫，我说到在西安一个朋友就想冲成绩，但是确实时间精力太有限，然后也有一些家庭生活的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下，您只能自己平衡。我是各方面都正好赶上了。不过呢，其实我的经验啊，单次跑步15、16公里，1个多小时，我觉得问题不大。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就是早起一会儿，稍微的早睡一会儿。基本上我的经验就是早睡半个小时，能早起1个小时。所以说时间，其实原来我也觉得自己没时间。你们想啊，我从2013年，然后开始，现在这个工作真的特别忙，真的特别忙，而且这行业大家也懂的。有时候那时候一开始，产品不稳定的时候，早上起来跑步，经常就是手机有系统的报警，然后赶紧就得往回跑，都是在调整。别说很早以前了，就2018年、19年那时候，我还是晚上10点多、11点才睡呢。后来到新加坡那时候，其实主要的机缘巧合是白天太热了，早上就起得特早跑步。但是那时候其实不早睡，就早起，那一年睡眠都不太好。
但是后来慢慢我发现，哎，晚上好像我不是那么忙，我也不爱看剧，我从来不看综艺，关键是也不怎么玩游戏了，现在就早点睡。你说老哥一个月跑600多、700多，甚至800，他跑步平常慢跑的速度就5分多，比我慢，那时间花的比我多。可是老哥挺忙的，这个岁数了还很努力的在工作，白天上班还出差，对吧？那天碰见那个247的女性选手，也是啊，着急回家上班去。就好些时候就是不试一试，不知道会怎么样。马拉松这事儿，大家相信我就是积累，还有单次的跑量。你想，如果现在让我去参加半马的比赛，那轻松加愉快啊！当然也不轻松，因为你要全力以赴的冲。可是小伙伴们，你们想想啊，如果你能在一场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上全程冲到尾，冲过终点的时候是一种多美妙的感觉。我悠然记得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好不可思议啊！21公里啊，就是这种美妙支撑你，让你能更进一步。那一年全程马拉松，我第一次能在结尾冲刺，那个感觉到现在都忘不了。有时候参加马拉松就是为了最后那几百米，的那种周围特别的，就心里这感觉周围特别安静，然后自己再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是那种想着各种艰苦训练的场面，看着前面的终点的那种感觉。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加油干！我不给大家打鸡血，我也不建议大家太冒进，我也不建议大家说把跑步当成生活的全部。只是说，如果您想在全程马拉松的赛场上有最后冲刺美妙的感觉，您试一试，把单次的距离加长一些，加油干！哎，6月19号星期一清晨6点54，训练结束啊。第一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1小时36，平均配速4分35，心率142，功率214，步频199。真的这双鞋，哎，特别有感觉。等再热点，看看它的表现。对，就是你看这鞋带，这双我还没处理，鞋带长，而且其实这种材质的鞋带，怎么说呢？就如果你不像我这样这么系，再系一个死扣，或者不给它塞进来的话，真的是挺容易开的。就是回去处理这鞋带，把之前换一双。但是这是一双鸳鸯配色的，换别的色鞋带，哎，不一定好看。这鞋舌头好评啊，就是这2个孔，这好评，是不是各有各的优缺点？关键是看自己，其实主要是看喜欢，其次才是看性能。像我们普通人，每次训练那点性能不差那一点，主要看喜欢，还有性格吧。就像我为什么不是说不同的训练穿不同的鞋呢？就是我是一特别怕麻烦的人，而且我也不觉得差那一点，是不是？咱可能还没有领悟到那个真谛，行吧？现在每天都跟那位老哥互相打卡，互相激励，是不是？回头我也参加一次周末那种体育场的比赛，看看怎么样。因为我其实还一次在体育场上跑5000、10000都没有过，就是比赛，训练的时候有过，一次都没有过。我在体育场上参加过的最远距离的比赛，就是上中学的时候，400米，没有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其实题目我都想好了，就是叫做为了最后的195米。马拉松真的是挺有意思的，马拉松是普通人能接近极限的
可能是唯一的能参加的竞技体育的比赛，对吧？行，反正赛季也过去了，然后大家沉下心来努力下训。夏天确实是会被气温呀或者怎么着弄得比较烦躁，静下心来，马拉松是个静心的运动。你在路上跑，不管寒冷还是炎热，自己跟自己说，自己跟自己想，是不是？行，那就这么着，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努力的下训，秋天会有好成绩的，加油干，咱明儿见。